宁云初笑着，心里甜丝丝的，觉得自己太幸运了。遇到战逸晨之前，他是很不幸的，有那样的亲妈，被亲妈伤得最深最重。好在战逸晨的深情，公婆的疼爱，战家所有人对他的关心，治愈了他。他也替亲爸报了仇，拿回了属于他的一切。那如今呢，只需要调理好身体，过上几年，生个孩子，他的人生就很圆满了。婆婆送的这套复古风的珠宝，宁云初最终还是收下了。她要是不收，公婆以及丈夫会轮番劝她。她知道婆婆妯娌几个都有很多珠宝，由于他们都没有女儿，珠宝都是要分给儿媳妇们的。还有奶奶那里也有不少。奶奶说，在儿媳妇们进门时，她老人家分过一次了。那现在老人家还保留着的珠宝，就以后是要分给他的孙媳妇的。那宁云初算是亲身体会到嫁入战家的各种好处了，怪不得外面的人呢挤破脑袋也想嫁入战家。一家4口和乐融融的，直到夜色深了，在公婆的催促下，小夫妻俩才上楼休息。回到了战逸晨的房间办婚礼时，这间房是当婚房用的，目前还没有开始布置，距离2个人办婚礼的日子还有1个多月。办婚礼的日子选在了腊月底，办完了婚礼没几天就过年了。战逸晨说他总算可以过一个安生的年了，因为他已婚，有了娇妻，不用像往年那样过年在家里天天被长辈们催婚，催得他头都晕，只能找各种借口跑出去。但是奶奶有规定，正月15之前，他们必须每天回山庄里住。过了正月15呢，才允许他们回到自己的小家里。所以他们到了适婚年龄的几兄弟，都是白天往外跑，深夜才赶回来。然后因为总是深夜才归，又被奶奶念叨，总之就是很难过一个安生的年。那今年呢，应该就是老4、老5他们不好过了吧？奶奶是给老4和老5安排好了对象，但是2个人似乎还没有怎么行动呢。老4有点动静，不过老4一直不说。目前他们这些当哥哥的，那也不知道老4和他另一半发展到哪一步了。那若是上次到公司找老4的那个姑娘，倒是不错的，年轻漂亮有活力，想来各方面也不差。奶奶的眼光他们还是信得过的哈。老婆一回到房间，战逸晨就自背后搂住了宁云初的腰肢，先凑到她的腮边亲吻了2下。老婆，你真的不带我去出席宴会？不带。老婆不爱我了，我那么想去都不带我去。是，不爱你了，你哭去吧。宁云初好笑的在他怀里转了个身。你什么德行我还不知道呀，你跟着去。我别想自在，都说好了。你在家里陪爸下棋，别磨我了，我不想带你去。我第一次跟着妈出席宴会，想好好的表现表现，也不想活在你的庇护之下。逸晨，相信我，我不是任人欺负的。以前我看不见，宁思琪没少整我，但哪一次她占到便宜的？宁云初知道丈夫心里是怎么想的，无非是担心他会被其他人讽刺欺负。婆婆认识的人多，有时候婆婆会和熟人聊聊天，若是有心找她麻烦的人，就会带着机会针对她。战逸晨抿着嘴不说话，他知道他老婆不像表面那般温柔软弱，但他就是担心嘛。好了，别一副委屈巴巴的样子。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我怎么你了呢。宁云初搂上了他的脖子，主动的送上香唇。老婆主动送吻，战逸晨当然不客气了，搂紧他娇软的身子，与他缠绵了一番，才松开他。看到他戴着的珠宝，战逸晨又酸溜溜的道：“我送给你的珠宝，你都很少戴的，我妈送的，你戴上就没有拿下来。我妈的珠宝是很好的，我的比不过我妈送的。”宁云初好笑的捏他的2边脸，那是你妈，你亲妈给我送套珠宝，你还吃醋了。刚才我要拒绝的，你又让我收下，现在又酸溜溜的，
你让我怎么做？战一晨撇撇嘴，不说话了。他就是酸酸的，觉得在老婆的眼里，就谁都能把他挤下去。要不我现在就摘下来，然后还给妈去呢？宁云初故意逗着他。战一晨立即搂紧他，说道：“我又没有乱吃飞醋，这是妈送给你的，你收了便是。再说了，这套珠宝是真的很适合你佩戴，你戴上去更加的漂亮，我都被迷得移不开眼。要是你换上一套汉服，活脱脱的古装大美女，如同天仙下凡。我是怕我这么漂亮的老婆会被别人抢了去，那你送我几套汉服呗，周末在家里我就穿给你看。”战一晨连连点头，好，只在家里穿哈，不能穿着汉服出去。我是真怕你会给我拉来无数的情敌。宁云初是很漂亮的，以前不过是眼睛看不见，被不少人嫌弃，但也有不少人肖想她的。好在她有莫大哥暗中护着，还有宁天磊这个弟弟帮着，才没有人能占到她的便宜，也没有被没人性的亲妈卖掉。那有一次呢，她就差点出事，她去救了她。我都不怕你给我拉来无数情敌呢，你怕什么？我的身心都是你的，你以为我的感情很廉价呀？谁都能得到，我这辈子只动心一次，就是爱上你。好了，别磨蹭了，很晚了，赶紧洗洗睡吧，明天还要早起回公司上班呢。宁云初推开了他，转身往卧室走去，进了卧室，在梳妆台前坐下。这是战一晨爱上他之后才往这里摆上一张梳妆台的，方便他对镜梳妆。对着镜子取下了婆婆赠送给他的那套珠宝，一一放回了锦盒里。战一晨跟着进来，在床上坐下，看着他，还坐着干嘛呀？去洗澡呀？宁云初说了他一句，我等你，咱俩一起洗。宁云初的脸很快涨红，趁着他明天要早起上班，还要开1个多小时的车回市区，今晚不折腾了。战一晨嘿嘿的笑，我只是说和你一起洗，又没有说什么老婆你想到哪里去了。不过既然我老婆都想到了，那我就要让我老婆如愿了。放心，我不会在床上折腾你的。他跟他一起洗鸳鸯浴。这头狼，老婆，我去给你拿衣服，然后放洗澡水。战一晨说着起身走出了卧室。说是那样说，战一晨并没有真的折腾他老婆大人，主要是夜色已深，明天还要早起回市区里上班，心疼老婆会累着。与此同时的某栋大别墅里，又变成龙太太身份的宁思琪，躺在豪华的大床上玩着手机。那被2位大姑切断了联系后呢，又被大姐气死，她就再也不想待在租房里。这一次呢，她将租房退了，还是当龙太太舒服，吃穿住用都是最好的。这才是她宁思琪该过的日子嘛。房门忽然被人推开了，宁思琪听到动静吓了一跳，以为进贼了。那2名保镖以及4名佣人一般都不会上楼的，他们就算有事找他，也是打内线电话。这么晚了还没有睡，是在等我吗？那有点熟悉又有点陌生的声音响起，是龙先生。宁思琪见到是他进来，立即把手机往旁边一放，人跟着滑下床去，赤着脚走到龙先生跟前，伸手搂住龙先生的脖子，娇声娇气的道：“龙先生，你来了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，我还以为进贼了呢。”这一次他的主动，他的热情，让龙先生有点意外又不意外。上次他可以说是不顾他意愿的，那他还很抗拒，现在主动投怀送抱，他便觉得有点意外。不觉得意外，则是这丫头从小娇生惯养，过惯了富贵生活，在监狱里的那段时间，是他最不愿意回忆的。他也最不愿意过那种苦哈哈又没有自由的生活。他虽然包养他，就将他当成棋子玩物，但在物质生活上，他可没有亏待他。上次他离开时，给了他一张银行卡，里面有几百万，就他花了多少，他不管。平时他跟保镖说要买什么东西，
让他出钱，他也满足了他。这种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出入有豪车代步，有保镖跟随，有钱随便花的日子，他习惯了，也就想明白他能给他的好处，也就接受了他。龙先生心里呵呵的笑，这种女人呀，给了钱也就玩玩而已，这里很安全，怎么可能会进贼啊？我一直在飞机上，也不方便打电话给你，想着给你个惊喜吗？龙先生说着抱起了宁思琪，径直回到床前，将她放下，便开始解开领带。龙先生靠着床头而坐，一手搂着宁思琪，一手夹着一根烟。宁思琪很有眼色，立即探过身子，从床头柜上拿过了他放在那里的打火机，帮他点燃了那根烟。要不要来一根？我不太会抽，他尝过太呛就不想抽了。母亲也不让他抽烟，他要做什么？母亲都由着他，但抽烟母亲就不允许，因为母亲很讨厌烟草味。他爸要是抽了烟，他妈会赶他爸到书房去睡。母亲还说他以后是要嫁入战家当少奶奶的，喜欢抽烟的话，可能会遭到战家长辈的嫌弃，拉低了他的分，秽误了他嫁入第一豪门啊。那如今呢，他不抽烟，也没有办法嫁入第一豪门，那他沦为了中年大叔的情妇。都是宁云初和海童害的。宁思琪每每想到自己如今的境况，就对海童妯娌俩恨得牙痒痒的。不会抽可以学一下，有时候心情不好，抽上2根烟能缓解一下郁闷的心情。那龙先生塞了1根烟给他，并且亲自帮他点燃。宁思琪便抽了2口，然后猛烈地咳了起来。龙先生看得直笑，笑到习惯了就好。学抽烟很容易，想戒烟就挺难的。好不容易止住了咳，宁思琪说道：“我以前心情不好，就出去疯狂的买，不管用不用得上，我看中了就买，买了东西心情就好了。”龙先生捏了一下他的脸：“你这个缓解心情的方法，可不是一般人能用得起啊。我爸妈还没有进去的时候，最疼我了，我想要什么就给什么，从来不缺钱花，过得潇潇洒洒的。那个宁瞎子连个佣人都不如。他在家里连独立的房间都没有的，跟佣人住在一间房里。要不是因为海童，我得罪了战少，我们家也不会沦落至此，被宁瞎子翻了身。如今他更是治好了眼睛，重见光明了，还嫁给了战一晨。他和海童咋那么好命呢？明明2个人的出身都不如他的。”宁思琪话里有着浓浓的恨意，也有着强烈的嫉妒。他就是嫉妒他们呀。龙先生在他的脸上咬了一下，掐灭了烟头后，一个翻身又将他压住。他说：“你让我满意了，你想要的东西都给你，想要对付的人我都帮你对付了。”宁思琪随即也掐灭了烟头。云雨后，宁思琪犯困了，他扯过被子盖住，边打呵欠边说道：“龙先生，你不要骗我哈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只有你了，还有龙先生给他画的大饼。你今天去见战家大少奶奶了。”他睡意浓，龙先生还精神好得很。去了书店，找了个借口买了一套初中生的资料。花了几百块钱。龙先生，我跟你说，你给我的人面皮真的很好用。海童没有认出我来，本来困得要命的宁思琪又来了精神，睁开眼对龙先生说道：“我还特意站在他的面前，他都没有认出我。那是这种人面皮能以假乱真，可不是谁都能弄到的。既然他没有认出你来，那你就自信点，不要心虚害怕。他们说你见到战少的车子都缩了起来，你这样子很容易会被他们怀疑。宁二小姐，若是你一点忙都没有帮上，就被他们怀疑了，盯上了。你从我这里拿到的好处，我都会连本带利拿回来的，我不做亏本生意啊。”龙先生说这句话的同时，有力的大手落在宁思琪的脖子上，书屉收紧，不过随即放开。
饶是这样，也吓得宁思琪脸色煞白，出了一身冷汗。这个男人刚才还热情得很，让他不由自主沉沦，现在竟然会对他痛下杀手。刚刚他感受到杀气，让他明白，他不能让他满意的话，他真的会掐死他的。他说过，他手里沾了很多鲜血，人命，这是个恶魔。看到宁思琪脸色煞白，惊恐地看着自己，龙先生笑了笑，温声问着他吓到了。宁思琪点点头，他是吓到了。龙先生再伸出手，宁思琪惊恐地看着他的大手，却不敢躲闪。不过这一次，龙先生并不是要掐死他，只是摸了摸他的脸，一副心疼的样子。瞧你这张小脸，被吓得都白了，是我的错，我不该那样吓你的，宝贝，只要你用心的为我办事，我不会那样对你的。我还是很喜欢的，年轻有活力漂亮。宁思琪的脸色还是很难看，哪怕他现在温声细气的，他也怕他，知道他真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。龙先生，宁思琪结结巴巴的道，我会用心为你办事的，保证会完成你交给我的任务。我今天以新的身份新的面目出现在海童的面前，他没有认出我来，给我了很大的信心。战少那里，我也会努力克服对他的害怕，不会露出破绽让他们盯上我的。为了活命，宁思琪赶紧表忠心，也不敢撒娇了。龙先生笑，我相信你很快就能克服对战印的害怕的。他其实也不算可怕，没有苏家主父子俩可怕。战印很多事情都是苏家帮他办的，让人以为他很可怕很厉害，他只是善于用人而已。我看到他冷冰冰的样子就会害怕，忍不住两腿打颤。宁思琪老实的道，很多与他同龄的千金小姐对于战少其实都是害怕的，不敢接近。当然也有人对那种冷冰冰显得很酷的男人很感兴趣的，不过他不是，他不喜欢冷酷的男人。你要记住，你的男人才是最厉害的。在管城能让我高看几眼的只有苏家那对父子。龙先生擒着宁思琪的下巴挑起来，凑近前在她的唇上亲了亲，低笑的道，我再给你1个月的时间，好好的学学礼仪，练练胆量。在管城行走，你是打着龙太太的名号，正式太太可不能畏畏缩缩的。她的原配就端庄大气，她的女人一大堆，最满意的还是原配太太。只是原配保养的再好，也是人到中年，不如外面那些18、20岁的娇花鲜艳。她如今有权有势有地位，有着花不完的钱，想要什么样的女人都可以，只要他妻子的位置还是原配的，不动原配的待遇，他名下的生意重要的都交给了他和原配所生的3个儿子手里。他对他在外面的所作所为，也就是睁只眼闭只眼，除非他让外面的娇花怀孕了，他老婆就不会坐视不管了。龙先生想到他与妻子生了3子1女，儿女都不错，能成为他的接班人，他也不用再在外面生那么多的私生子。故而他若是让外面的女人怀孕了，他老婆要做什么，他也是睁只眼闭只眼的，最多就是给点钱情妇，哄一哄他们了事。若是他们因为失去孩子而怨恨他，他直接换人，将惹他不喜的女人送给别人，就还能为他换来些许的好处。知道他的心狠，现在他身边的几个情妇都识趣多了，只要他给钱就行，不敢奢望取代他妻子的位置，也不再奢望生个孩子来分家产，怕他们争到了家产都没有命花。也不是说他没有私生子女啊，龙先生除了和老婆生了3子1女，在外面还有1儿1女的，分别是2个他特别喜欢也很听话的情妇生的。因为他特别喜欢他们，他们不仅听话，也能帮他办很多事。几年前那件大事，他们都帮了忙，所以他允许他们生下他的孩子，给了他们1个孩子，以后他们也有个依靠。真正的龙太太呀，不是他手段厉害，
让丈夫在外面的女人都生不了孩子。是龙先生给不给，他想给情妇一个孩子傍身，他们的孩子就能平安出生，他不想给。他们怀孕了，就会被龙太太命人上门暴打一顿，打到他们流产。那有时候还会让他们从此失去当妈妈的机会。宁思琪连连点头，听话的道龙先生：啊，我会的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2名保镖就是对他的言行举止很不满意，说他除了嚣张，没有一点涵养素质，说他的父母都不知道怎么教他的，还说他的气质远远不如宁云初那个瞎子。要知道啊，他是打小被宠着长大的，他吃穿用都是最好的。宁云初连个佣人都不如，却被保镖说他不如宁云初，这让宁思琪很生气，不服说。现在龙先生也这样说他。宁思琪意识到自己可能与这豪门太太的要求是真的很远。宁家算是豪门，但无法跟那些底蕴深厚的豪门比。宁家还有点暴发户的嘴脸呢，像他被父母养成这般，很多人呢就是将他看成是暴发户的女儿吧。就觉得他不是真正的名门千金，就反而觉得宁云初气质好。想起如今的宁云初，看上去的确是端庄大气，举手投足都散发着尊贵的气息。宁思琪恨得牙痒痒的，认为宁云初是嫁给了战一晨才有那样的气质。她要是嫁入战家当少奶奶，她的气质肯定也很好。我知道宝贝是个听话的哈。龙先生见下的差不多了，露出一脸赞赏的样子，又宠溺的到很晚了，早点睡吧。说着，他又从床头柜上拿过了手机，给宁思琪转了一笔钱，对宁思琪说到喜欢什么就买，给你的零花钱不够花，跟我说一声，我再给转给你。他还从钱包里拿出一张信用卡，递给宁思琪，这张卡任你刷，但有一点，别用我的钱去包养小白脸，让我知道你花我的钱养小白脸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。他是说过，等他帮他拐到了龙庭后，会助他取代宁云出嫁给战一晨。不说那是他给他画的大饼，就算真的那样做，他也是他玩厌了，不要了才允许他嫁人的。若是他还没有厌倦他，他就不能和其他男人在一起。给他戴绿帽子，他整死他，不整死，整死还是太便宜。要让他生不如死，求生不得，就求死无门的那种痛苦才过瘾。宁思琪收了他给的钱，收得心安理得的。龙先生眼底有着嗤笑。一夜无话。隔天啊，清晨呢，还没有醒转的宁云初感到了冷意，本能的往身边的男人怀里钻去。山庄里的清晨感觉比市区冷多了。夫妻俩又没有关窗，仅是拉上了厚重的窗帘而已。故而清晨的冷空气灌入了房里，宁云初就觉得冷了。外面还下起了雨，冬天下雨很容易就拉低气温，让管城人感受到了冬天的到来。上次冷了1个星期后，气温回暖，最近的天气都是白天太阳高照，热得像夏天一样，也就是早晚需要添一件薄外套。现在下了雨，就让人觉得冷了。战一晨眼睛都没有睁开，伸手拥住了往他怀里钻来的娇妻，又扯了扯被子。那又过了几分钟，战一晨醒了，他是听到了雨声。下雨了呀，怪不得会有了冷意。战一晨第一手在娇妻的脸上亲了亲，然后才轻轻地推开他，人跟着起身，尽量不惊醒娇妻。他走到窗前，拉开了一边的窗帘，冷风夹着雨水吹进来。他立即呢关上了窗，再拉上窗帘，转身往回走。下雨了。回到床前啊，他才坐下，床上的人儿问着他：是下雨了，老婆你醒了？还早，再睡会儿。宁云初还躺着，他问道：现在几点了？战一晨拿过手机看了看时间，答到才6点半，还早，再睡半个小时起来。吃了早餐，咱们再回市里。
现在雨有点大，又吹风，咱们先不出门。若是雨势再大点，他就跟大哥说，上午不回公司了。宁云初闭上了眼睛，说道，那我再躺会儿。怪不得冷了，下了雨。天气预报好像说最近会降温，又降到上次那么低的温度，晚上最低是5、6度这样。天气冷，他都不想出门，就想在被窝里躺着。特别是又冷又下雨的天气，不是为了讨生活，为了赚那几两碎银，谁愿意出门？战一晨躺回他的身边，自他背后拥住了他，低柔的道，也就是天气冷了，你才会主动的往我怀里钻。我巴不得下雪呢。像他大哥以前为了给大嫂当暖炉，故意不开暖气，还开了窗，让室内的气温变低，冷的大嫂就将大哥当暖炉了。这种闺房趣事，还是大哥有一次说漏嘴了，他才知道的。真想不到大哥那么严肃的人，也有那么多的心眼儿，算计他大嫂。那大嫂被大哥吃得死死的，外面的人总是说大哥是宠妻狂魔，是妻奴，被大嫂管得死死的。大嫂又何尝不被大哥牢牢地拴住？论计谋，论心眼儿，10个大嫂都比不上他大哥。我们管城不会下雪，深夜的气温降到几度，就是1年之中最冷的时候了。宁云初说道，你昨天跟我提到带我去北方看雪的事，我昨晚做梦1个晚上都梦到雪，梦到我们堆雪人打雪仗，玩得很开心。但是到最后我还梦到了宁思琪，他像个疯子似的冲过来摧毁了我们堆的雪人，他还在梦里指着我大骂，反正就是很凶，看我的眼神像淬了毒一样。然后我就觉得冷，本能的靠近你，人就醒了。等你的视力完全恢复了，一定带你去北方看雪。他赶毁了咱们堆的雪人，我把他埋在雪堆里成个雪人。在你梦里，难道我没有出手教训他吗？宁云初哑了哑口，说道，可能我的潜意识里觉得这是我姐妹之争，不想把你牵扯进来吧。梦里没有看到你出手教训宁思琪。战一晨将他的身子搬过来，就在他的唇上轻咬了一下。你没有将我放在你心里的第一位，遇到困难时不是第一时间想到我，你想到的是莫大哥是吧？又来了，你又吃莫大哥的飞醋。莫大哥已婚，你少说这种话，免得大嫂误会啊，影响了他们夫妻感情。对于这个男人到现在还会吃莫大哥的醋，宁云初也是无奈的很，就解释了无数次，他还是视莫大哥为情敌。但是莫大哥过来时，他叫哥叫的比谁都亲热。我的生长环境让我习惯了遇到困难就自己想办法解决，所以在梦里就算和宁思琪发生了争执，我也不会梦到谁帮我出手教训宁思琪。莫大哥是报恩，对我极好，我们俩相互扶持，如同亲兄妹一样的。跟你解释了多少次，你怕是左边耳入右边耳出吧，总是吃莫大哥的飞醋。战一晨搂紧他的身子，小声咕哝着什么，他被他搂得太紧，忙着推开他，没有留心听他的咕哝，不知道他在咕哝什么。莫东浩爱过宁云初的，只是他没有表露出来。同为男人的战一晨却看出来了，哪个男人大概都会像他这样吧，知道某个男人曾经爱过自己的老婆，就会忍不住防着对方。若是老婆关心对方一下，他会胡思乱想，担心2个人有私情。莫东浩来管城时，战一晨叫哥叫得比宁云初还要亲热，是在提醒着莫东浩，他只是宁云初的大哥，不要再有其他的非分之想。更何况莫东浩已婚，千万别辜负了他的妻子。睡不着，起床吧。夫妻俩这样说着呢，2人都没有了睡意。宁云初便推着身边的男人要起来，你先躺着，起来冷，房里没有开暖气呢。那我去帮你拿衣服过来。宁云初忍不住搂住他的脖子，就赏了他一记香吻。哇，
这个男人太体贴了，对她太好啊，简直就是将她捧在心尖上啊。她何德何能呀？嫁到了这么优秀又专情的男人，有夫如此，妻复何求呀？半个小时后，小夫妻俩双双下楼。二少爷，二少奶奶啊，早。小管家笑着问好。看到小夫妻俩下楼时，都是十指紧扣的，感情好得很。小管家笑得欢，就盼着小夫妻俩越来越好。二少奶奶早点恢复到正常的视力，早点调理好身子，早点和二少爷生个孩子吧，那样就完满了。早。宁云初温柔地回应着小管家的问好。二少爷，二少奶奶啊，早餐准备好了。知道小夫妻俩还要回市区上班，二房的小管家昨晚就提醒厨师，今天的早餐比往常提前10分钟备好。好。战役沉温沉地应了声，小夫妻俩便往餐厅走去。用过早餐后，外面的雨势小了很多，不过感觉越来越冷了。战役晨担心冷着他的老婆大人，又上楼去给老婆大人拿了一件外套，硬要宁云初穿上，这才出门一起回市区上班去。老公送我回花店，暂时不回家了，中午再回去。战役晨嗯了一声，说到天气这么冷，又下雨，花店里的生意可能不太好。要不你就回家休息。他平时不去花店，就是在家里办公的，需要开重要的会议，或者要跟大老板谈生意，需要他这位当家人出面时，那他才会离开管城去总公司那边，就很多时候都不需要他回公司，就有莫东浩坐镇着公司，一切运转正常。就他对莫东浩非常信任，不过呢，莫东浩对他也是忠心耿耿的，从未有过二心。战役晨也不担心莫东浩有二心，莫东浩若是敢背叛宁云初，他会让莫东浩在业界内身败名裂，再也混不下去。天气冷，花店里才忙，大家都不想出门，直接打电话下单让我们送花，我需要在店里看着他们俩给客人送花。战役晨笑了笑，好吧，是我不懂你们这一行的行情。他想着下雨天又冷，花店的生意会很冷清的吧。老婆大人想先回花店，战役晨便直接送他去了春暖花开。2名店员已经上班，由于下雨，很多平时摆放在门口的盆栽花都没有往外搬，店里摆满了各种盆栽花，便显得狭窄了。老婆，要不你换个店面，这家店小了点儿。旁边的那位老板说不打算再租下去，等他合同到期搬走了，我就把他的店租下来，2家店合为一家，那样就够大了。宁云初不想换店儿，他靠着这家店熬过了很多苦日子，又是利用这家花店迷惑了母亲他们。春暖花开对他意义不一样，再加上他的回头客都熟悉这里，他不想换地儿。店主卖吗？看看能不能把店盘下来。宁云初说道，我问过了，对方说不想卖，就想留着收点租过日子，说细水长流才好，卖了一笔钱进账，容易花光，到时候养老钱都没有了。战役晨不做声了。那人家不想卖，那只能租了。下车后，战役晨跟着进店里，宁云初一进店就忙开了，他拿了些玫瑰花枝，搭配着满天星，包扎成一束花。战役晨就一直看着他，等他包好了一束花并抱起来，转身看向他的时候，战役晨脸上带上了笑，伸手就去拿花束。老婆，这束花是送给我的吧？是送给你的。宁云初温声说道，大清早收到花束，心情会格外的美丽，这样你一天的心情都会很好，心情好，工作就顺利，速度也杠杠的了。战役晨咪咪的笑，那是自然的。谢谢老婆，赶紧去上班吧，已经迟到了。不哄一哄他，他还不知道要赖在这里多长时间呢。那用沈小军的话说，男人有时候也要哄的，
也要时不时送点礼物或者送束花。他们收到礼物时心情愉悦，工作更加的卖力，赚更多的钱给他们貌美如花。宁云初觉得沈小军很会御夫，那他和海童都要跟沈小军学一学。海童说沈小军天天都看言情，看得多了不就用到现实生活里。云初以前喜欢看书，不过他很少看，他都是看名著的，后来失明了，书都没有念完呢，更不要说看书了。有盲人学校，但母亲不会送他去。继父奸亲大伯对他看似还行，其实也不管他的死活，那导致他没有念到大学。现在恢复了光明，宁云初想着重新拿起书本学习，参加成人高考，考大学，圆一下他的大学梦。不过要年后才能安排了。现在他的眼睛还没有完全康复的，程医生都叮嘱他，就算要处理公事，也要注意用眼，不要用眼过度，那样不利于这彻底的康复呀。想重新拿起书本学习，暂时不是时候，那他男人也不会同意的。迟到就迟到了吧，大哥没有来电话，就不会有紧要的事。大哥和苏南都在公司里，天塌下来，他们俩个子高，能撑住。苏南的2天假结束了啦。那今天要重新回公司上班了。战逸晨也想大哥给自己放2天假，那样他能好好的陪陪老婆。想到自己手里的工作，战逸晨也就是做做梦放假，不敢奢望变成现实。老婆，下午我来接你，咱们一起回家。知道了，快走吧。宁云初推着丈夫出门，老婆赶他走。在老婆的催促下，战二少爷带着老婆送给他的那束花，不情不愿地驱车回公司上班去。迟到的不止他一个人，还有苏南。就2个人是同时走进办公大厦，看到战逸晨抱着花束，苏南还啧了2声，打趣的道都结婚了，还有花束收呀。有个开花店的老婆就是不一样，天天都有花束收，羡慕呀。战逸晨回他一句羡慕的话，让你老婆去包下我老婆店里的所有花，全都给你送过来呗。苏南，你又想帮你老婆赚我老婆的钱了。我们夫妻俩都是老夫老妻了，不用天天送花的。再说了，一般都是我送花给我老婆，她为我孕育孩子辛苦了。我送花给她。逸晨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儿子会动了。战逸晨扑哧的笑，他当然会动呀。你说的是胎动呀？就是胎动，今天我感受到了。苏南伸手揽住了战逸晨的肩膀，分享着喜悦。我就是跟我儿子互动，一时忘了形才会迟到的。战逸晨撇撇嘴，这货是在炫耀他要当爸了。因为云初的原因，战逸晨这几年内都不会当爸。你怎么知道是儿子？万一是个闺女呢？苏南，你不会重男轻女的吧？当然不会，是儿子是女儿我都喜欢，女儿更好呢。但我夫妻俩都觉得那是个小子，都说孕妈妈的感觉挺准的。小子就小子了，小子也就调皮点儿，只要孩子健健康康，他不会嫌弃儿子的。